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Mandarin，你的虚拟货币好朋友。我是 Brian，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如何注册 RealT 的账号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有几件布莱恩的小建议想要给各位哈。就是我们先假设您已经看过我们之前所有的影片，那也了解到这个 RealT 它的运作模式是什么。那如果说您觉得对 RealT 的这个风险还有报酬还不是那么的清楚的话，可以暂时先不用投资，等到了解一点之后再开始也没有关系的。好，那再来是就是我们投资会常常讲一句话，就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。那在 RealT 的上也是，就是当你在投资 RealT 房产的时候，记得就是不要把所有的资本都放在同一个房产上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大家记得之前我们有讲过这个租金租客流出的这件事情。如果说那个房产那个租客突然间流出了，那其实是会影响你的这个租金收入的，所以这也是必须要考量的一个点。这样，然后再来就是一开始您在就是抢这个股份币的时候，是有时候会抢不到股份币，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扼腕啊，觉得怎么就是买不到，觉得很可惜这样子。但其实也不用太过担心，因为在这个 RealT 的二手市场样上面，其实一直都会有人在上面想要出售他们的股份币。如果您一开始还没有买到的话，可以在之后在这个样市场上，就是再看看，就是再去买就好了。第一步，注册账号。好，我现在开始示范 RealT 的账号注册。首先在搜寻列这边输入 realt.click，那进去之后，它会带你到 RealT 的网站来。那在这个网页的右上角有一个 Register and Sign in 这个地方点进去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始你的注册的流程。那在这个网页的左边呢是 Login， 就是原本已经有账密的人你可以在这边就登入。那右边的 Register 就是给新用户要就是他这边要输入所有的自己的相关的资料。那在下面这里有两个问题，就是问你说你是不是美国人，然后你是不是一个公司的账号。那我这边说明一下原因哦，就是现在 RealT 就是不开放给美国的个人用户注册的。RealT 现在只对美国政府有核发营业执照的这个房地产公司才可以注册。那至于我们现在亚洲的所有的国家，RealT 都是开放给每一个个人用户去注册的。但我们建议就是在你注册之前，先检查您自己国家的相关规定。那这个步骤完成之后，RealT 会寄给你一封 email，那这个 email 里面会有一个验证码，那这个验证码必须要在下一个页面输入之后，你才可以算完成这个步骤哦。第二步 KYC 身份认证。在完成刚才的步骤之后右上角这个地方有一个 My Account， 那第三格这边有一个 ID Verification， 那这边点进去之后，这个RealT 会再跟你要求多一些资讯才可以完成这个步骤。那为什么RealT 会需要做这个步骤？是为了要符合美国金管会 SEC 对于 KYC 还有这个防治洗钱条例的这个要求，必须对用户做出背景调查还有住址的这个确认。那这边提醒一下，就是请您一定要在这个自己国家的 IP 位置上去做申请，不然的话，这个在申请上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。好，那在这边问你说你是住在哪里，那就选 Other 就好。然后在这边是要填入您的个人的其他的资讯，例如说出生年月日还有你的住址。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要填入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地址，再更详细一点，就是要连这个门号这些都要填进去。那填完之后呢，这边就是会请你就是拿着你自己的证件放在你的脸旁边自拍之后，然后上传到这个网站上去给这个 RealT 的人员做这个身份的认证。好了之后，它就会像这样子秀出 Congratulations， 恭喜完成这样子。第三步，两步骤验证。在完成刚才的 KYC 之后，我们强烈建议你可以一起完成两步骤验证。那虽然说这个步骤没有完成也可以投资，但为了加强您的账户的安全性，我们强烈建议你也可以一起完成。那这要怎么做呢？就是在右上角的买票这边，你点选任何一个进来之后，应该就会看到这一排的这种选项。那这些选项下面这边有一个 Two-Factor Authentication。那这边点进来之后，会带你到一个这样子的画面。
那这里呢，这个 configure two factor 意思就是会就是开始去设定你的这个2步骤验证。那因为接下来的画面都牵扯到一些个人的资讯啊，我们这边就先不公开。那我这边说就是点选这个configure 之后，接下来的画面它会请你就是确认说你想要用 email 的方式，还是要下载另外一个2步骤这个验证的一个应用程式去做这个验证。那我们这边就仅介绍这个用 email 的方式哦。那你点选那个 email 之后呢，它会跳出一个画面，要你确认说，是不是这个 email 的这个地址就是你要做这个验证这个地址。那你确认了之后呢，它就会寄一排这个验证码给你。那你要去你自己的信箱去收到这组号码之后，然后去输入进去这个画面里面。那在输入进去之后呢，基本上你就可以就是完成了，就是可以开始投资。但是它会再跳出另外一个选项，就是问你说，你要不要再收到一组就是备用的号码？那这个备用号码就是它可以就是很像一排数字，就是寄给你之后，你可以自己可能列印出来，或者什么方式把它保存起来。如果说哪天你例如说你的信箱被害了。或者是你的手机突然间不能用了，那你就需要有其他的这个备用的这个号码密码，你才有办法去登入。那这个就是看你怎么选择，你可以当下选择，就是你先把这个备用的密码先生成出来，或者是你就暂时先不用理它。那我这边提醒一下，就是这个备用的密码呢，就是会蛮重要的。其实当你生成出来之后，请务必要把它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不要轻易的让别人看到这样子。第4步，钱包类型选择。在完成刚才的2步骤验证后，接下来要做的是钱包类型选择。在右上角的 Portfolio 这个地方点进来之后，你会看到 Realty 有询问你想要走 Walletless 还是 Private Wallet。那我这边说明一下它的差异如果你是用左边的 Walletless 的话，那就是 Realty 会指派一个你专属的地址给你。那这个里面会存放你未来交易的所有的房产，还有你的租金的收入。那使用这个方式的话，你就只能使用信用卡来购买房产哦。那右边的这个 Set up a Private Wallet 的话，你可以用你自己的 MetaMask 的地址去和你现在的 Realty 的账号连接起来，然后并且开启了就是可以使用的功能。例如说这个 RMN 的这个去中心化平台。还有YAM这个二手的房产的交易平台，还有就是你可以不只是使用信用卡来购买房产，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虚拟货币，像是 USDC 或者是 XDAI 这样子的稳定币去购买房产。好，那这些就是选择的时候，就是看你的需求看你怎么选择。但如果说你是选择左边的这个 Walletless 的话，你只要点选进去之后，基本上你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注册流程，你就可以开始在这个 Realty 上面去开始做交易。那你这边点选这个Agree 之后呢，它就会秀出这样子的资讯，就代表说你已经完成了这个 Realty 的账号的注册。第5步，外部钱包建议。好，接下来的这个部分是给那些选择外部钱包的人。那如果你选择了外部钱包的话，那个 Realty 会向你询问说，你想要在 Ethereum 的主链，还是要在 Gnosis 的主链上，去收取你的房产和收入。那我这边是想提醒各位就是如同大家所知的，这个 Ethereum 的 Gas fee 呢，都是出名的，现在很高。那Gnosis 这个主链呢，它其实是 Ethereum 它的分支。那现在在 Gnosis 上使用的人数也相对比较少。那这会就是导致说，这个 Gas fee 的差异是相当大的。那我想这边举个例子，就是像今天2023年的9月21号，我们查到这个 Ethereum 的这个 Gas fee 就是$5。好，那当然这个一直都会在变动。如果说有更多人在使用Ethereum 的话，它的 gas fee 又会在一直上升。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gas fee 在 Gnosis 上面的 gas fee 呢，
其实只有0.000多这 X 代是这样子的这个美金哦，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差异已经快要到1000倍了，所以就是如果你是会一个比较频繁去交易的话，就是建议可以在 Genosis 上使用上是感觉会比较合理一点啦。好，那我这边还想要跟大家就是做个建议啦，就是我自己做的方法，就是有些人会想说，那我要怎么样把我的资产去移转到这个 Genosis 上哦？那当然我知道这个很多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做法哦，然后怎么样就把钱去移转，可以把这个手续费可以降到最大哦。那我这边分享我的做法，然后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首先就是你先买到 Ethereum。那买到 Ethereum 之后呢，你把它移转到你的 Arbitrum 主链上哦，然后在 Arbitrum 上面再把它就是用 Hop 这个cross chain 的这个 transfer 把它转到 Genosis 上。那到那个时候你就是有你自己 Genosis 上的这个Ethereum。那到那个时候呢，你再用一个软体叫做 CowFi。那在上面就是把你的 Genosis 上的 Ethereum 把它转换成USDC 这样的话就是这样就有这个 Genosis 上就有 USDC 可以去购买 RealT 的这个房产这样子。那这些当然仅供参考了就是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做法的话，也欢迎提出来，我们也想听听看你是怎么做的这样子。那如果你在转换资产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，我们也很乐意去帮你解决，你可以欢迎来向我们询问这样子。好，那恭喜你完成了 RealT 的账号的注册，也预祝你就是在 RealT 上面的这个投资可以一切顺利。好，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就是欢迎就是按赞，然后分享，也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如果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我们也很乐意会协助你们哦。好，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边，拜拜。